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今麦一个箭字头，照出了多少人的双标？今天刷到赵今麦那组箭字头的新照时，我确实愣了一下。不是因为造型多惊艳，而是那股久违的、带点鬼马的松弛感，灵动、轻快，甚至有点不管不顾。很难想象，就在不久前，他还刚被路人镜头拍到上班状态，随后又被一些人盖章嫌老土气不灵了。同一张脸，同一个人，甚至时间间隔都没多久，评价却能瞬间从拉踩到夸爆。说到底，问题真的在他身上吗？仔细想想，赵今麦身上的争议其实一直有迹可循。很多人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从《流浪地球》里的女儿到校园剧里的学生，她的形象长期被固定在国民妹妹这个标签里，清爽、干净，带着点稚气，像校服自带滤镜。一旦她走向更成熟的舞台，比如穿通勤装上班，尝试偏成熟的妆发，就会被说着急长大不适合违和。但问题是，她真的还停留在妹妹阶段吗？当她扎起箭字头，笑得松弛自然时，大家又集体松口。对了，这才是赵今麦，仿佛她终于回到了我们心中那个正确的样子。可这恰恰暴露了一件事，我们心里其实早就替她设定好了模子。她该是什么气质，什么风格，甚至该以怎样的速度成长。一旦她偏离预期，讨论就不再是欣赏，而变成了审视。我还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小细节，有人说在后台见过她穿着很高的高跟鞋，却还能一路小跑，边走边找零食，完全不端着。这个画面特别真实，也特别拧巴。我们一边希望她在红毯活动上足够成熟稳重，像个能撑起场面的女艺人，另一边又在她流露孩子气、少女感时，觉得这是她真正可爱的地方。那双高跟鞋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她当下状态的隐喻，身份在向前走，心态却还保持着柔软。问题是，为什么这种矛盾要全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？事实上，她那些被夸惊艳的金发造型和被骂显老的上班装，本质上没有高下之分，只是不同阶段的尝试而已。但我们对女明星的外形容错率向来低得惊人，稍微不符合期待，就成了翻车跑偏。而今天这组看起来慵懒又灵动的照片，反倒清楚地说明了一点：赵今麦最好的状态，从来不是对号入座，而是松弛。她不需要永远是邻家妹妹，也不必须提前扮演所谓成熟大女主。她可以复古，也可以随性，可以尝试大人感，也可以毫无负担地保留少女气。这些都不冲突，甚至正是一个演员成长过程中必经的横切面。成长这条路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标准答案，掌声和挑剔总是结伴出现，但最好的状态可能正如今天照片里的她，侧头、垂眸，不刻意讨好镜头，也不费力证明什么，节奏在自己手里，目光向内，而不是被外界牵着走。说到底，一个箭字头照出的不只是她的状态变化，更是我们在娱乐审美里反复出现的双标与投射。